洛宾，恭喜你，5年了，终于把这幅梦中星河给完成了。姐姐真幸运，有爸爸妈妈疼爱，有星河哥哥宠着，不像我，什么都没有。洛宾，这幅画画完以后就送给露露吧。你现在拥有的已经很多了，可露露她却什么都没有。露露有这幅画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她开不开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的画，我凭什么要给她呢？姐姐，你别生气，是我说错话了。这幅画你辛辛苦苦画了5年，凭什么要让给我呀？要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活着，或许我也能画出和姐姐一样优秀的作品。姐姐不想给我，也是应该的。上一世你这样说，我会同情你，但现在，露露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当年如果我不让你父母去公司开会，他们也就……星河哥哥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只是我看到这幅画，我就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现在应该也在天上，像星星一样看着我。洛宾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露露只是把她过世的父母当做天上的星星，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？星河哥哥，你别生气，都怪我。你看，露露到现在还在帮你说话，这一幅破画至于吗？破画？你说这是破画？星河，这幅梦中星河画的是我们认识20年以来所有的点点滴滴。等我画好了，就把它送给你。洛宾，你放心，这幅画是除了你以外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我一定。洛宾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说我没人疼没人爱吧，现在连姐姐也……沈雨露，你已经也上瘾了吧？这是我的东西，我凭什么要给你？还有，能不能别把你去世的父母老挂在嘴边啊？这人血馒头你要吃到什么时候？姐姐，你别生气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走就是了。露露，沈洛宾，沈洛宾，你简直太过分了！你现在马上把这幅画最后一笔画完，然后带着这幅画去给露露道歉。道歉？我凭什么道歉？洛宾，我知道你在嫉妒我对露露的好，可是露露的父母是因为我才出车祸身亡的，我对她好一点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只要你把这幅画送给露露，我就遵守5年前对你的诺言，向你求婚，好吗？所以说，如果我不把这幅画给他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向我求婚了，是吗？想让我跟他道歉，门儿都没有。顾星河，这幅梦中星河画的是我们相识相知的20年，而不是他死去的父母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露露，你没事吧？好疼！沈洛宾，你不要太无理取闹了，赶紧给露露道歉。沈洛宾，
你不要太无理取闹了，赶紧给露露道歉。我没有打他，是他自己打自己耳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露露自己挡自己？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我现在说话，你是一句也不信了是吗？饭好了，下来吃饭吧。星河哥哥，我肚子饿了。好，我带你去吃饭。滚开！露露，你脸怎么了？妈，你别怪姐姐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撞到的。你打了露露？我们沈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恶毒的东西？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他了？而且明明是我伤得更重，你们难道看不到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自己这么大人了，不知道注意点儿。爸妈，你们别生气了，我们吃饭吧。还是我们露露懂事儿。哼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吃饭呀！你都多大人了啊，连个凳子都坐不好，快起来！洛宾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不是你最爱吃的海鲜吗？你说这是我最爱吃的。若冰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对螃蟹过敏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没关系，不怪你，都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若冰，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，一辈子。我相信你。冰冰，爸爸对不起你，不过你放心，咱们家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出现跟海鲜有关系的任何东西。对，冰冰，以后我们一定不会再让你受这样的罪。你快点好起来。对不起，我忘了你对海鲜过敏，都是我的错。自从沈雨露来了这个家以后，你的心思全都放在了她身上，又怎么可能还记得这些呢？罗宾，星河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天天公司那么多的事务，他就算忘了，那也是正常的。你就不要耍大小姐脾气了。就是这么一大桌菜，还能没有你吃的呀？真是难伺候的很。还是我们露露乖，这螃蟹呀，是我们露露最喜欢吃的。谢谢妈。是，她最喜欢吃的东西，却能要了我的命。罗宾，你能不能不这么矫情？不管是爸妈还是顾星河，星河哥哥，你帮我擦擦嘴巴。眼中早就没有我了。可能对他们而言，这个家，我才是那个外人吧。还有这杯。罗宾啊，当初是我跟星河让露露的父母到公司开会的，所以才阴差阳错让露露成了孤儿，所以我们理应好好的照顾她。对，你别老拿你妹妹当敌人。爸妈，你们能收留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是我分掉了你们的宠爱，不能怪姐姐。傻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一家人。罗宾，我决定了，把你那幅梦中星河就当做是我们沈家给露露的补偿。对，露露她身体不好，有心脏病，干不了重活，
如果能获得国际画展的金奖，那露露就会成为我们夏国第一美术学院的最年轻的教授了。没错，这样不仅能够解决露露的工作问题，咱们沈家在外面脸上也有光啊。诺宾，爸妈在跟你说话呢。诺宾，你能不能不耍大小姐脾气？你都拿了这么多的奖了，你在乎这一个吗？再说了，每年国际画展都会举办，你明年再参加不是一样的吗？爸，吃饭的时候不能生气啊！那幅画姐姐整整画了5年，我不能要。能来到这个家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我不能再惹姐姐生气了。你看看啊，露露多懂事啊！你作为一个姐姐，你就不能让着点妹妹吗？凭什么要让着她？自从我们家收养了她，大大小小所有的东西，我什么都要让给她，我让的还不够多吗？到底谁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？没事吧？乐斌，怎么跟你妈说话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爸爸？我跟你妈还是如果把你养大，你就只用补地来回报我们吧。诺宾，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的？赶紧道歉。姐姐，你别跟爸爸吵架了，爸爸有高血压，不能生气的。都怪我，是我不应该来这个家。好啊，那你慢走不送。乐斌，你有没有点同情心？露露她已经这么可怜了，你还要赶她走吗？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啊！为了一幅破画，你就这样忤逆我，欺负露露。破画，那是我呕心沥血5年创作出来的，你轻飘飘一句话就让我送人，到底是谁在发神经？星河哥哥，你还是让我走吧。要是没有我，你们也不会和姐姐吵成这样，都怪我。露露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就算要走，该走的人也不是你。的对，要走也是这个不孝女。走，我也没打算留下。好啊，梦中星河的署名权，我给你。好了，露露，你姐姐同意给你了，以后啊，可不许说要走的傻话了啊！谢谢姐姐，我就知道姐姐什么都愿意让给我的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吃饭吧，饭菜都凉了。吃饭。乐斌，还是你顾全大局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应，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，接下来就该你兑现诺言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伯父伯母，露露，我想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我准备向洛宾求婚了。什么？星河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向姐姐求婚？你要跟姐姐结婚，你不要露露了吗？是不是？我答应过洛宾，只要他愿意把梦中星河的署名权给你，就向他求婚。再说了，就算我跟洛宾结婚了，也不会不管你的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星河哥哥，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。如果你非要跟姐姐结婚的话，那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？我只是一直把你当做妹妹，而且我早就答应洛宾了。姐姐，你那么优秀，有疼爱你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数不清的荣誉，你就不要跟我抢星河哥哥了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哎，露露，星河哥哥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是不是心脏病犯了啊？我送你去医院。
你看看，你一天到晚这整天幺蛾子，一家人都被你搞得鸡犬不宁的。快！果然，只要沈雨露一装病，全家人都会围着他转。我跟这个家也该做个了断。来，露露，多喝一点，马上就好了。谢谢星河哥哥。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跟星河哥哥结婚好不好？露露，露露，地上凉，赶紧起来。姐姐，星河哥哥是我的唯一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求求你了。沈罗冰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妹妹的病刚好一点，快扶起来呀！我的话已经完成了，你是不是该兑现你的诺言了？陆冰，这件事情要不缓一缓？露露现在不能受刺激了。果然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要退让的人只会是我。但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。我和星河的婚礼是我用梦中星河交换的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他是你的唯一，那梦中星河的署名权我要收回来。姐，你都已经答应了，你怎么还能收回呢？你不许胡闹！你答应我的事就要做到，你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？对呀，陆冰，你别再刺激你妹妹了。好一句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，那你们答应我的事情呢？做到了吗？陆冰，是我对不起，但是我答应，只要露露的病医好，我马上让你求婚。露露，没事吧？那要是他的病是装的，这辈子都好不了了。姐姐，我没有装。好，谁家好人犯心脏病是咳嗽？沈洛冰，我知道你对我心存怨气，但露露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能说她是装病呢？结婚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你想要这幅画，对吗？我给你。谢谢姐姐，我就知道你会给我的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沈诺冰，不管这幅画还是星河哥哥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是呀，洛冰，你看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这样的话，沈洛冰，你在干什么？沈洛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知道这幅画对露露有多重要吗？你打我！星河哥哥，他们要抢我的洋娃娃！傻丫头，你就一个洋娃娃嘛，给他们就是了。看把你打成什么样了！可是那是你给我买的第一个洋娃娃，在我眼里，它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若冰，你要记住，你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。我以后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，我发誓。洛冰，对不起，我。星河哥哥，别道歉，你的道歉我可受不起。沈雨露，你要的话我给你了，至于能不能拼得起来，那就要看你自己了。姐姐，你宁愿把画撕了也不给我，你就真的那么讨厌我吗？你这个不孝女啊！你明明把画已经让给露露了，你为什么要撕了它？你这是给我们示威吗？
露露的病还没好呢，你怎么能这么刺激露露呢？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这个心机女，那干脆让她当你们的亲生女儿算了。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沈家再无瓜葛。你敢！你今天要敢从这个门出去，你就不要再回来。陆斌，星河哥哥，我好难受，我好痛，入睡，你坐。陆斌，星河哥哥，我好痛。来，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沈诺斌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那个刚刚没有撞疼你吧？没事儿，我刚刚想事情，走路没看路，不好意思。没有。来，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跟家里人闹了一点矛盾，把参赛的画作给撕了。什么？不是，那幅画作可是你5年的心血啊！你难道要弃赛吗？当然不会。上一世，我为了爱情和亲情，放弃了自己的一切。既然上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。我会重新画一幅画参赛的。那你准备重新在哪儿创作你的画作？还是在你家画室吗？那个家我不会再回了，我打算找个公用画室。那个，要是你不嫌弃的话，你可以上我的画室，我的作品已经交上去了，画室闲着也是闲着，刚好向咱们沈大校花学习学习。那我就麻烦你了。哟，老同学，你这一画室的美女是谁呀？你的老情人？不是，就随便画画。哎，你看我这儿能满足你的创作需求吗？放心吧，你这画室条件比我那好多了，我的要求没那么苛刻。小念光，你想什么呢？那个没什么，我这儿的东西你可能用不习惯，要不咱们还是出去买点。也行，正好我们补点颜料吧。还有3天就国际画展了，
时间紧迫，咱们快走吧。放心吧，露露，你的水平也不差，就算没有那副梦中星河，我相信你，你也一定能获奖的。谢谢星河哥哥的鼓励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等买完颜料，我就回画室。星河哥哥，那好像是姐姐啊，她旁边的男人是谁啊？他们看着好亲密啊。沈诺宾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跟伯父伯母还有露露道歉，我可以当做之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是你不能这样伤爸爸妈妈的心啊！你现在回家给爸爸妈妈道个歉，他们肯定会原谅你的。是我之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和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至于道歉，你配吗？你们配吗？诺宾，你太不懂事了，跟我回家。喂，小子，让这个小妞陪我一晚上，要不然我弄死你！诺宾，别怕，有我在。顾星河，原来可以躲在你身后的人，从来就不只是我一个，而能保护我的后辈，也从来不只是你一个。有我在，今天诺宾你们带不走。你是从哪冒出来的？这是我们沈家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。家事？自从沈雨露来了这个家以后，你们有一分一秒把我当成家人吗？就因为他沈雨露没了父母，我的话得是他的，你得是他的，我的父母也得是他的，这个家所有的爱全部都得是他的。顾星河，我们从小到大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你现在口口声声把家人两个字挂在嘴边，可我是谁的家人？谁又是我的家人？诺宾，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不要误会星河哥哥和爸妈，他们最疼你啦。沈诺宾，你干什么？什么脸啊，比城墙都厚，打得我手都疼了。沈诺宾，露露有心脏病，你打出个好歹怎么办？姐姐，你误会我了。如果你还不解气，你就再打我一巴掌吧。沈诺宾，你赶紧给露露道歉。都是一家人，难道你想让这个外人看笑话吗？我道歉？哼，你最好好好演下去。我倒想看看有些人要眼瞎到什么时候。但是我提醒你一句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总有一天会瞒不住的。星河哥哥，姐姐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够了，给露露道歉。你放开我！啊，星河哥哥！哎，别理他们了，我们走。沈诺宾，你真的要和沈家断绝关系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呢？狠心？曾经我为了让你开心，对他百般忍让；为了让父母开心，被他肆意诬陷。现在我就要做最狠心的人。姐姐，你讨厌我、冤枉我就算了，可现在星河哥哥都这样了，你就一点都不在乎吗？沈诺宾，你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家，那你这辈子都别回来了。
如你所愿。不对，是如你们所愿。沈洛宾，沈诺宾啊，沈诺宾，你现在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可怜虫。你的画室是我的了，星河哥哥也是我的了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星河哥哥，你觉得我这幅《雨落星河》好看吗？雨落星河，当然好看了。我们露露是最优秀的。如今，洛宾的画已经被他撕了，明年画展的金奖肯定是你的。星河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像姐姐一样伤你的心的。洛宾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用白色叠色？我还不了解你的画风吗？你总是喜欢在快完成的时候用高难度的叠图过度暗补薄图，从而体现层次。不错不错，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。洛宾啊，你比上学的时候真是厉害太多了，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创作出如此杰作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敢说，这次国际画展的金奖一定是你的囊中之物。不愧是行业内最权威的画展，规模真大。是啊，露露，我们都是沾了你的光才能进来。哟，沈总，赵会长，哎呀，恭喜恭喜你们呐，能教导出这么优秀的女儿。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，我一定得向你啊多多取经啊。赵会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有些个话我可不能说的太明显呐。是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好，那你们提前准备准备。我呢还有点事儿，暂时呢就失陪了。赵会长，您慢走，好了，再见。哎，这人是谁啊？他，赵会长，国际画展的主评委。他这种身份能主动跟咱们搭话，这说明啊，结果只有一个。难道说，露露赢了金奖？我猜啊，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，要不然赵会长也不会跟咱们说提前做准备了。太好了，露露，妈妈为你感到骄傲。哪有啊，这还多亏了爸爸妈妈还有星河哥哥对我的关爱，我才能够有今天的。洛宾能有露露一半乖巧就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你提他干什么？沈总，恭喜恭喜啊！这位就是沈小姐吧？一看就是才貌双全啊！
不愧是沈总啊，居然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，真是令人羡慕。就是啊，我将来要有个这样的女儿啊，那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呀！哎呀，客气客气啊，这主要都是因为我女儿优秀啊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这不是萧家的太子爷萧念光吗？根据夏国最新公布的财富信息，萧家已经成功登顶。这么难得一见的大人物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哎，这萧大少身边那个女人是谁呀？据说这个太子爷一直有一个暗恋对象，所以身边从来没出现过女伴呀。难道是他？姐姐，她怎么会来这？你不是跟我们断绝关系了吗？啊，你还来找我们干什么？今天这个场合对露露很重要，你要是再敢胡闹的话，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你。诺比，你好好的和伯父还有露露道个歉，我们就原谅你。这是什么情况呀？萧大少身边那位啊，好像是沈总的亲生女儿。亲生女儿？那刚刚那位是？那个是收养的。你们说完了吗？说完了的话，麻烦让开。我在问你话呢，你来这儿到底来干什么来了？姐姐，你今天来一定是来给我捧场的吧？谢谢姐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生我的气的。诺宾是来参加这次国际画展，而且这次画展金奖一定是他。参赛？他拿什么参赛？他的画都已经被他撕了。我有没有画参赛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刚才主办方已经找过我们了，他也说明了这次金奖会是露露的。露露本来就比你优秀，她也根本不需要依靠你那幅画。她靠着自己的本事，她就能够获奖。你该不是随随便便画了一幅画来参赛，给我沈家脸上抹黑吧？诺宾，你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强撑着，到时候下不来台，最后还会影响你妹妹。这沈家真乱呀！保安，保安，把这两个捣乱的人给我轰出去！谁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我教育我亲生女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亲生女儿。自从这个养女进了你们家，你们有人关心过诺宾吗？有把诺宾当自己的女儿吗？也是，你们只记得养女爱吃螃蟹，却忘了诺宾可能会因此丧命。诺宾辛辛苦苦花了5年的心血，在你们口中就只是一幅破画，随口就可以送给别人。他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？难道他一直在关注我？这些年欺负了诺宾无数次，诺宾也忍受了无数次。家友们，到底谁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？露露本来就比诺宾有才华。萧大少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沈家人怎么能这样啊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诺宾，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情，你怎么什么话都跟外人说？到现在还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，还要责怪诺宾？算了，咱们呢不跟他们这种人一般计较，咱们看画去。沈诺宾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你才离开家几天呢？你看看你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我们的颁奖典礼即将开始，请各位移步到台前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别跟他计较了，露露的事情最重要了。沈诺宾，等结束了我再跟你算账。
陆斌，你不该这么跟伯父说话的。你这样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也过去吧。经过评委们的一致决定，我们评选出了本次画展的金奖。我宣布，获得第13届国际画展金奖的人是这次国际画展金奖的获得者是沈雨露女士。真是沈小姐啊，怪不得赵会长对沈总那么客气。国际画展的金奖，还有夏国第一美术学院最年轻教授的头衔，沈家这次出凤凰了。露露，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。还是我们露露厉害啊！等今天回去，爸爸一定奖励。太好了，露露，你可以到第一美术学府当教授去了。他可是夏国艺术界的第一学府啊！你是咱们家的荣耀。没有，差得远啊。哎呀，这幅画怎么样？能获奖吗？能吗？真是太能了呀！不光是在这届的国际画展了，这幅作品在任何一届那都是当之无愧的金奖，绝品呐，绝品呐！看见没有啊？露露不需要靠你让着她，一样能够获得成功。诺宾，赶紧给你爸和你妹道个歉。你大人未免有点高兴的太早吧？姐姐，你平时不待见我就算了，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咱就别给爸爸妈妈添堵了。陆斌，就算没有你的帮助，露露也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。你醒醒吧。该清醒的人是你们吧？执迷不悟。算了，爸妈，星河哥哥，我们上台领奖吧。好，还是露露的事重要，别让这些外人给耽误了啊！走。等一下，你确定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各位来宾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工作人员一点小失误，所以提供了一份错误的名单。现在，我郑重的宣布，获得此次国际画展金奖的人是。现在，我郑重的宣布，获得此次国际画展金奖的人是沈诺冰女士。啊！小编，恭喜你！什么情况？得奖的怎么变成他了呀？谁知道呢？都是一家人，左手换右手的事情，没啥区别。是，不能这么说。你们看沈若冰得奖，沈家人脸都绿了。不可能，明明把画撕了，怎么可能得金奖？主持人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沈诺冰连张画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得奖？还是金奖？不会的，我们已经反复确认过了。下面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沈诺冰女士上台领奖。真别说，萧大少和沈罗宾在一起，还真是郎才女貌啊！这萧大少爷从来没在公共场合牵过女伴出现，难道说他们……这种豪门八卦我清楚，但刚才沈家那么贬低沈小姐，现在却是人家获奖，打脸不是来的一般快呀！
谢谢大家，以后我会努力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。等一下，陈小姐啊，老夫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能不能跟大伙分享一下你这幅画的创作心路啊？当然可以。天哪，世界上居然有如此杰作呀！别说这届了，就是纵观整个国际画展的历史，沈小姐这幅画怕是首屈一指啊。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《毋庸星河》。毋庸星河。其实，我初次参赛的作品是一幅名叫《梦中星河》的画。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于一个爱情故事。在很早以前，有一对恋人，男孩一直将女孩视作心中的珍宝。在女孩受欺负的时候，男孩会挺身而出保护女孩；在女孩需要安慰的时候，男孩也会将她拥入怀中。他们曾经在一片星河下许下了对爱的诺言，男孩答应他一定会娶女孩，所以那片星河承载了他们对爱情所有的期望和憧憬。但后来另一个女孩出现了，这个男孩变了，他的心跟着对方跑了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女孩被视作毕生依靠的梦中星河，也星河倒转，倾泻而下，如同一把最锋利的匕首，伤他最深。星河倒转，这个时候，女孩才发现，好像她之前拥有的根本就不是爱情，所以，女孩决定将这片星河归还于苍穹，从此毋庸星河。这就是我创作《毋庸星河》的灵感。谢谢大家。伤他最深，所以毋庸星河。萧大少，这是要求婚吗？小念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不是这次大赛银奖冰封的诺言吗？据说啊，这幅画只比金奖毋庸星河差了一点，如果放在往届的话，也可能是个金奖啊！这幅画原来是萧大少画的。萧大少家境显赫不说，没想到在艺术的造诣上也是这么的出众，真是太厉害了！才子佳人绝配，真是绝配呀！才子佳人绝配，真是绝配呀！念光，你写起来那么多人看着呢。罗宾，这幅画的名字叫做《冰封的诺言》。刚才你讲了你的创作心路，现在我也来讲一讲我的吧。从前有一个男生遇到了一个女生，他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，无法自拔，可他却始终不敢表白，因为这个女生告诉他，他已经找到了他一生的挚爱。男生也想过放弃，可是他根本做不到，因为只要一看见她，脑海中就会出现一生中最美好的画面。 그대를 바라볼 때면 모든 게 멈추죠 언제부턴지 나도 모르게였죠 那个男生不忍打破这份美好，想将这份爱永远地藏在心底。他画了无数女生的背影，却始终不敢画她的正脸。他以为自己的这份爱会一直成为一份永远冰封的诺言，可是现在，上天给了男孩一个机会，他不想再做一个懦弱的暗恋者，
他想做一个勇敢的追求者。沈诺宾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推理爱情最能解答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罗宾，不能嫁给他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娶我才选择嫁给他。罗宾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娶你。我真的会娶你。顾星河，我跟你跟沈家都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不是这样的，罗宾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诺宾现在是我的妻子，请你自重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保安请你出去了。星河哥哥，我不允许你娶她！沈诺宾，今天的金奖明明是我的，肯定是你搭上了这个姓萧的，你们两个暗箱操作。什么情况啊？难道真是萧大少出手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副毋庸星河大家都看到了，沈小姐获得的金奖，当之无愧呀。沈雨露，你作为一个抄袭者，你也配质疑这次国际画展的公正性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很早以前，沈小姐就把那个梦中星河的初稿送到我们这儿了。那又能证明什么？所有评委一致认定，你的雨落星河完全就是抄袭沈小姐的梦中星河，你就等着吃律师函吧。真不要脸！居然抄袭，真不要脸！谁说不是呢？自己的水平不行，还倒打一耙，说别人有黑幕。我没有，那些画都是我自己画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承认？就你的那幅雨落星河，它的构图跟沈小姐的梦中星河基本是一致的，只是稍稍平移了一下构图元素，然后又换了一个色调。你以为我们这些评委眼睛都瞎了吗？真的就看不出来吗？爸，姐姐她仗着有人撑腰，她要置我于死地啊！我会被全行业封杀的。老兵啊，再怎么说，露露也是你妹妹啊，你不能赶尽杀绝。诺宾，哎呀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自己家人关起门来再说。你这么做，让所有人看我们沈家笑话呀！那幅梦中星河本来就是我的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们还在指责我，我看你们才是最大的笑话。不，这件事情上，罗宾确实受了太多的委屈。罗宾，别闹了，你的目的你达到了，跟我回家好吗？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爸，我难受。露露，怎么了啊？你别笑吧。有心脏病发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好，快走。念光，我们也走吧。好。诺宾，怎么了？念光，刚才的事情是你安排的吧？小少爷，您看这幅毋庸星河和这幅梦中星河，他俩是一个人画的。没错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了展现这次国际画展的公平性，全程我们都是匿名评审的。我们一直以为这幅雨露星河就是这幅梦中星河的终稿，原来我都想让他获得金奖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很简单，抄袭。很简单，抄袭。抄袭？没错，就是抄袭。你看啊，这两幅画
不管是从构图还是创意，二者都如出一辙。至于谁抄谁，我想你应该清楚。岂有此理！我夫干了这么多年的评委，还头一次遇到这么大张旗鼓的、明目张胆的抄袭。小帅呀，你放心，这就取消谁与路的比赛资格。别，他不是喜欢抄袭吗？他不是想得奖，那就让他得这个奖。他不是喜欢抄袭吗？他不是想得奖，那就让他得这个奖。被你发现了。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做的，我早就不想再跟他们有什么牵扯。罗宾，你太善良了。你可以放过那些欺负你的人，但我不可以。谁敢动我的爱人，必须付出代价。谁说我是你爱人了？哎，你刚可是答应我的求婚的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哎，医生，露露病情怎么样？患者这样的情况持续多久了？有好几年时间了，不过好像这次比较严重。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所有的检查报告来看，他并没有病。没病？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不会的，他所有的指标都非常健康，甚至比一般人的还要好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露露的病是装的？是的，没错。那要是他的病是装的，这辈子都好不了怎么办？姐姐，我没有装。哦，谁家好人犯心脏病是咳嗽啊？护士，人呢？刚才有个人把他叫出去了。你有完没完？我上次不是先跟你说过吗？不要再来找我了！这5年来，我给了你多少钱？你为什么还要纠缠着我？你让我杀你爸妈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个态度。怎么着？就你这个秘密啊，我可以吃你一辈子。你什么你？赶紧筹钱，要不我就把你做的这些丑事全部发到网上去。不要！我求求你，不要说出去。可是我现在真的没钱了，因为这次抄袭的事，我的钱全部交了罚款了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赶紧给钱，要不我现在就把它发到网上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准备钱。这一路，这一路，沈雨落，沈雨落，你父母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哟，我们的大情圣来了，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啊？简单，100万，我告诉你所有的真相。不行，你不能告诉他。成交，卡号。大情圣，你想要的全在里边，合作愉快。星河哥哥，不能看，他是骗子。星河哥哥，你要相信我。
你必须要确保我的父母全部死掉，只有他们都死了，你才能拿到尾款，否则你1毛钱都拿不到。放心吧，我是专业的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一定要伪造成意外，不能留下任何线索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女呀！我干杀手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亲爹亲妈的。你这么好的天赋，要不跟我干吧，别埋没了。管好你自己的事，其他的轮不到你管。我给你解释，我向你解释，星河哥哥。你个混账东西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我给你解释，我向你解释，星河哥哥。你个混账东西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这怎么了？星河，你怎么能打露露呢？我打他都算轻的。星河，你是不是也以为是露露抄袭呀？这时候只是那个不孝女的错，她答应给露露的，结果她不但没给，反而诬陷露露抄袭呀！伯父，赵会长都说了他是抄袭的，您为什么还要把罪怪到诺宾身上呢？怪不得诺宾要离开你们沈家。伯父伯母，你们扪心自问一下，你们有把诺宾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吗？星河，你现在怎么反而替她说话了？星河，诺宾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可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，你就让露露受委屈啊！这件事归根到底还是诺宾做的太过分了。说得对，这事儿就是诺宾的错。爸，别管他。星河，你发什么神经呢？一个杀父弑母的畜生，你管他干什么？星河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妈，我没有，你相信我。星河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星河呀，你的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不能冤枉露露啊！她病还没好，你这样说吓着她，这有个3长2短怎么办呢？病，刚刚医生都亲口告诉我了，他的病都是装的，他根本就没病。哎呀，星河，你可不能冤枉露露啊！冤枉一个连亲生父母都敢杀的人，我真害怕他哪一天把我也给杀了。星河呀，你话不能这么说。露露的父母可是因为咱们才出的意外，咱们得对他负责任呐。是啊，星河，你看露露现在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就不要在她的伤口上撒盐了。妈，我没有。伯父伯母，我有证据。还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亲爹亲妈的。真路，你真是个畜生！他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！你，爸，我没有，那个不是我做的，那个视频是合成的，是姐姐为了诬陷我，她故意报复我。沈雨露，到现在你还要冤枉诺宾？我告诉你，视频是不是合成的，我找人查一下就知道了。露露，这真的是你做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你这个畜生！这些年我算看错你了。是我做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做的。他们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他们就该死。凭什么别人一出生就是富家千金，而我就只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？我弄死他们怎么了？啊？只有他们死了，
我才能被有钱人家收养。你们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？我只是想过得好一点，我有什么错？所以，罗宾之所以离开这个家，都是……没错，都是我诬陷他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，露露，你没事吧？好疼！沈雨露，你真是太歹毒了！怪不得罗宾要离开这个家，都是你在中间挑拨离间。我沈家好心收留你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的女儿，要赶她走？露露啊，诺宾把你当亲妹妹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害她呀？你这么做对得起我们吗？我歹毒，我狼心狗肺，你们怪我赶走了沈诺宾，你们现在一个一个装好人的跑来怪我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真正赶走他沈诺宾的人根本就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自己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狡辩？我狡辩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是，我是诬陷了沈诺宾，但是我最多就是耍一点小伎俩而已，我只是想夺得你们的爱而已，我有赶他走吗？谁知道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，非要赶他走呢？她可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们相信过她吗？够了，我们都被你骗了。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而我还是最轻的那一片。但凡你们相信他，偏袒过他一次，他会走吗？让他把梦中星河让给我的是你们，不信任他的是你们，把爱分给我的还是你们，不断指责他的也是你们。罗宾，罗宾。所以，伤害他沈诺宾最深的人，从始至终根本就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这群自以为最爱他的人，向他丢去了以爱之名的土壤，他最终才离开你们的。冰冰，爸对不起你，爸错了。老师，别激动。沈雨露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与你无半分关系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清河哥哥，我求你不要走，我做这些，我只是想夺得你们的爱而已，我有什么错啊？别叫我星河哥哥！从你诬陷罗宾那天开始，我就与你再无半分瓜葛。爸，差一点，我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沈诺宾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变成这样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都是我的错，为什么就不肯相信诺宾呢？哪怕一次，相信他一次也好。诺宾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露露只是把她过世的父母当做天上的星星，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？星河哥哥，你不要凶姐姐，都怪我。你看，露露到现在还在帮你说话，这一幅破画至于吗？破画？你说这是破画？沈诺宾，你不要太无理取闹了，赶紧给露露道歉。我没有打她，是她自己打自己耳光，是她自己打自己耳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露露自己打自己？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不行，我要把罗宾追回来，我一定要把罗宾追回来。
伯父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都怨我，是我不相信冰冰，是我把她轰出去了，都怨我呀，都怨我，都怨我呀！诺冰这几年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我们对不起他呀。伯父伯母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洛宾追回来的。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节课是实践课，大家要带好话剧。同学们再见。沈教授再见。沈教授好。念光，今天上课累不累？还好，倒是你，让你等很久了吧？没有，能等你下课是我的荣幸。谢谢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去哪儿啊？我从法国给你订的婚纱都已经到了，咱们去试试吧。嗯。少爷夫人，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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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念光，萧公子，萧公子，萧大少。诺冰，你真美。诺冰，我先出去接个电话，这边剩下的婚纱你都试一下，慢慢挑。沈诺宾，冰冰，冰冰，爸爸妈妈知道错了，你跟我们回去吧。冰冰，爸爸妈妈知道错怪你了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。诺宾，之前的事都是误会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跟我们回去吧。以后伯父伯母和我都会好好对你的。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跟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诺宾，之前的一切都是沈雨露那个害人精挑拨离间，我们已经把他赶出去了。走，跟我回去。你放开我！我现在是念光的未婚妻，不能把我带走。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我来带诺宾回家。回家？诺宾凭什么跟你们回家？诺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诺宾最需要有人相信他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儿？你们宁可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生女儿。这天底下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？诺宾最需要别人相信他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儿？是不是心脏病发了啊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你看看，你一天到晚这整些幺蛾子，一家人都把你搞得鸡犬不宁的。快！诺宾，你忘了吗？梦中星河这幅画你足足画了5年，
画的是我们相识相知的20年。我知道，你为了妾我选择跟一个外人结婚，跟我回家好吗？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，我可以马上向你结婚的。顾星河，曾经我确实非常想跟你结婚，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余生可以陪伴一生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肯相信我，不肯给我解释的机会呢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冰冰，洛冰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好吗？洛冰，冰冰，你不忙着收拾自己的烂摊子，还有空来找我，是想报复我？我给了你那么多钱，你竟然出卖我！你给的是买命钱，可不包括保密，何来出卖一说？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，还敢来找我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就放开我！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敢动？放心吧，我对女人也是有标准的。像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我可无福消受。我要你再帮我一次。你已经没有钱了，是你这身贱肉，我可看不上。我凭什么帮你？这个总行了吧？这沈家人真是蠢啊，连房子都过户给你了。少废话，你就说你帮不帮吧。既然你给得起价，我为什么不帮？沈诺斌，既然我失去了一切，那你也别想好。诺比，小心！念光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，只是衣服破了而已。倒是你，没有吓到你吧？你傻呀！你这要是偏一点，你就……傻丫头，从你答应嫁给我的那一刻起，我连命都是你的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发誓，我……不用发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这个人我不认识他。说，谁让你来？小妞，你的运气可不是一般的好啊！想知道谁派我来的？我可是很有职业素养的，要不你把我给放了？做梦！任何企图伤害诺宾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你不说，自己也能查到。把他给我押到执法局。别害怕，诺宾，我送你回家。嗯。念光，我们婚礼真的要邀请他们来吗？老婆，今天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你爸妈和顾星河于情于理都应该参加。可是，放心吧，一切有我。下面有请我们的新人闪亮登场。
萧念光先生，您是否愿意娶沈诺冰女士为妻，一生一世守护她、爱护她呢？我愿意。沈诺冰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萧念光先生？不论贫穷富贵，不论生老病死，一辈子不离不弃呢？我愿意。我不同意。诺宾，我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，给森喜立下过誓言。他才追了你多久，你就要这么冲动跟他结婚？我不同意你们结婚。有时候看清一个人的心，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就像看清你，我用了20多年，但是有的人一出现，就给了我想要的幸福。难道我不应该嫁给他吗？其实，我应该感谢你，感谢你放过诺宾。上学的时候，诺宾的心里只有你，容不下任何人。要不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伤害他，让他失望，我也不会获得这份真挚的爱情。念光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是我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之前是我没有看清，没有看清别人的心，也没有看清我自己的心。现在，我的世界里只有你一个人。诺宾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顾仙河，我们认识了20多年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都应该向前看。念光，这次是因为我们曾经是一家人，才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觉得我们的最后也可以体面一些。所以，是我把你弄丢了。沈诺宾，沈诺宾，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害我像个过街老鼠一样四处躲藏，生不如死。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小心！顾星河，顾星河，顾星河，该死，该死！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为什么每次都差一点？为什么？别，差一点你就要跟我一起下地狱了，就差一点。顾星河，顾星河，顾星河！医生，怎么样？幸好那刀避开病人的重要的脏器，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但是一定要好好静养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医生说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好好休养就行。以后我不在你们身边，照顾好自己。冰冰，诺宾，我知道你现在恨我，为了你，我可以付出生命，你能不能从婚礼？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已经不恨你们了，只是以后我们不要再见了。诺宾。
都解决了。都解决了。